想远离，当我快乐尽情舞。未来到来，当我梦想尽追逐。吸引力，我小时候有，长大慢慢没有了。我第一个男朋友还没有分手的时候觉得有，分手之后有一段时间觉得没有。可是我不会这样，我就从小就觉得我应该是没有什么吸引力啊，所以我的男人都是我自己去追的啊。卖相不好就要主动出击啊。对啊，我觉得我们两个最常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你们就不像障碍者，真的。都说一般障碍者好像都不会这样，都会自卑啊，干嘛的？都会自卑什么的。对。可是、我不知道，我跟陈怡琪两个会这么好，大概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卑，我们太胖。对。什么？不是胖胖站队，你好歹是个生命讲师，你讲一个励志的东西出来。励志在哪？我希望月老赐给我符合我标准的男人，就是人品要很好，然后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对，然后可以带我到处去玩。年轻的时候是定在30，后来往后延了35岁，过了35岁就知道没希望了，所以就不会再久了。不曾有过男朋友这个角色，在我这一生都不会有，我很清楚。那你觉得未来可能会有吗？不会，因为你年轻就没有啦。你年老，你身体机能衰退，更多外貌也会更不如年轻的时候，所以更不可能会有。我很清楚。可是这样的认知会不会让你心里很难过？没有办法，社会氛围没有办法改变，社会观念没有办法改变，你也不可能去改变什么，所以就变成说，如果你想要找一个，可能不是结婚对象，可能只是你想要性这方面的一个对象，那你的选择也是社会最底层的，你绝对不是像年轻时候
所提到的一般男性，人家看不上你。到了有电动轮椅之后，我的世界就变得比较不一样。我可以到处跑，我可以坐火车，我可以坐公车，我不管朋友或是家人要不要陪我出门，我可以自己出门。所以我开始认识更多的不一样的人，包括守天使。我因为认识他们，我才知道有同志这样的人，或是我才知道保险套或是按摩棒、情趣用品是什么。因为以前我们是看不到，就是都是在网络上，但只是一个图片，或是只是教科书的一个图片，你摸不到，你也不会买得到，因为我们进不去嘛，都是门槛。所以说，我因为参加守天使的活动，所以我就会了解原来真的有这个东西存在，真的是可以摸一摸、看一看。对，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观察了好几年，然后刚好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守天使不只是想服务重障女性，他也想服务重障女性。他告诉我这个讯息，才去思考说，我到底需不需要这个服务？就是你现实跟理想还有传统教育下的一个拉扯。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做了，好，因为你没办法，你在外面已经碰壁那么多年了。那你就好不容易有守天使这个单位，那你就是这一步就要踩出去了。你踩不出去，后面就不用讲，你永远体验不到。你有玩过那个吗？奇摩交友吗？有。你奇摩交友不是都看不到人吗？对啊，然后约见面的时候，那个人就会不见了啊。对啊，他看到你是拿拐杖就不见了这样子。我觉得网络交友真是一个很没有义气，真的会。对，他就会 no show 啊，然后就不见了啊，这个人就不见了啊，对啊。然后我有遇到那种，就是他发现原来你是障碍者的时候，他整个人就突然认真起来了，就搞得好像他要为你一辈子负责，有没有？然后问我说：“你是第一次吗？”他怕你跳海了。然后说：“对，我跟你是第一次。”就是说他好像跟障碍者怎么样，就是做了一个大功德。没有，他就觉得说，如果他没有负起责任的话，就是一件什么缺德事，超怕遇到这种。是说没有要你负责一辈子，我们开心的玩耍就好了，开心的玩耍今天这一夜就好了。对，态度健康一点嘛。我如果在网络上认识朋友，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去让对方知道我的障碍状况，因为我会想要在网络上交友，我是想要交可以真心，而且真的就是朋友关系的，我会做这样的设定。所以我通常在可能认识一个新的朋友的时候，我都会让他们知道我的障碍状况，然后因为我想要知道对方的想法是什么。那我想要问你，就是你有让你的家人知道我的存在吗？暂时没有，是因为网络世界其实我们都还不是真的认识彼此。是，但是我并不介意我家里面的人知道有你这样的人，我反而有的时候会觉得，我觉得这是尊重吧，我家人都还蛮尊重我的。哦，对，比较不会去限制我这个部分。你跟我说你不会。你觉得你自己还蛮有主见，所以你不太会去担心跟家人，会知道了可能会反对或这样。我是不太担心啊，因为我其实活得很任性啊，要不然也不会到40岁还担心。对，活得很任性。当然会有些问题啊，比如说有些地方可能带你去比较不方便，你会不方便，但是就尽量避免就好了。可能我想的真的比较多，我会去顾虑到你的感受，是因为
其实我们受伤之后，我也会经历过，可能很多人看我的眼光，所以我可能也会担心说，如果你跟我出去的话，你能不能够接受别人看你的眼光？可以啊，就看啊，让他看啊。所以我刚刚很喜欢你说的，活得很任性。我是真的活得很任性啊，因为我喜欢这样的特质，真的。好了，换我害羞了。所以那我可以问你，就是交过几个女朋友吗？还蛮多的，蛮多的，有几个？10个手指数不完吗？差不多双位数。哦，哇哦！对啊，因为年轻的时候就你会寂寞啊，人会寂寞嘛。那你对寂寞就是大家寂寞的人会凑在一起。所以你是因为寂寞而去认识对象吗？以前是，嗯，以前就是因为寂寞，他也寂寞，我也寂寞，然后凑在一起，然后自以为这就是爱情这样。可是好像等一下，好像没有斜坡道。阿弟，你帮忙阿弟，你教我一下。教哥哥怎么弄上来，就踩后面的那个。哦，对，可以。教他，然后再推上去，这样就好了。 OK 还好这个阶不高。不能没有，我觉得以前啊，坐手推轮椅的时代是不能牵手，对然后就是这件事情就很障碍，对不对？对，没有一点都不浪漫啊。对，没有浪漫。然后吵架的时候不能拍桌转身就走。对，不好意思，帮我拿一下拐杖。对，没错，完全没有美感，没有杀气，你知道吗？也会没有浪漫可言啊。你只能用后脑勺跟他讲话啊，因为他在后面推你啊。对啊，那是以前啊，后来有电动轮椅之后，也没有比较好一点点。有吗？怎么好？不是啊，你电动轮椅可以去的地方又更少。就只能你们家隔壁公园啦。对啊，找不到隐秘的地方可以亲亲。哦，真的呢。对啊，对不对？对，就是说这边过不去，那边进不了。是。而且他如果要靠近的时候，被轮椅卡住。对。然后不小心碰到摇杆的时候，你就跑掉。我说，为什么每次我要亲他的时候，他跑掉？就咻，找到那个摇杆。我的身体的状况是成骨不全症，俗称玻璃娃娃。其实，在马来西亚，在我身边都没有肾脏者，也许有，他们都不会出门，所以以前我的世界只有我是这样子。要2条吗？要走吗？我之前在2011年的时候来台湾做一个演讲，认识了一个也是玻璃娃娃的台湾朋友，他就是跟我讲他一个人环岛，哇，我就想他的状况比我就是不方便，但是他也可以环岛，力气不够。他也鼓励我可以环岛，我就规划了1年。在2015年的时候，一个人来台湾环岛，环岛50天，50天体验了台湾的，就是台湾人的生活，我就觉得我很喜欢。你上网找我，你就会找到我。今天早上为了拍你，对，没错，为了拍你，嗨，我们回来了，把嘴巴打开，哈。好好吃哦！就这样咯。我们要分手前都会亲你一下。不是分手，是分开，回家前。网络认识的 FB，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有加入一个身障者的社团，然后我看他也在 po 文啊。他就对他很好奇，又是外国人啊，然后就先加他好友，然后加完好友以后又是朋友的聚会嘛，身障者的，然后我就约他一起出来。他第一次看到也是说，比我想象中还要小一次，也第一次看到这么小的玻璃娃娃，然后就开始就去了解他的故事啊，就觉得他蛮自立自强的，也很厉害。
然后一个人敢环岛50天，然后后来就第2次约会，我们就去看电影。后来他在2月的时候就跟我告白，反正就是那一天来，我想说他进来要在地上走嘛，然后我就想说那地上把它擦一擦。他听到我帮他为了他来擦地，他就觉得很感动，所以他那时候我们要出门前，他就先跟我告白，他说我们在一起好不好？那么快就是你们就决定要结婚，是你想结婚还是世宏想结婚？其实时间很重要 ，timing 很重要。Hello， 您好，哎，谢谢你，麻烦你了。这是您的包裹，啊，都帮您送上楼了。好好好。以前10几岁的时候，你不会想这么远，哇！哇！你不会想这么远。我知道他们很喜欢小孩，因为我不想要有小孩，我也不想要复制我自己，所以我不会想要结婚。我跟世宏在一起，感觉对，我就想要在一起。我也在交往的时候有问过他，你会想要有自己的下一代吗？那如果他说想 ，OK 就拜拜结束，就是这样子啊。盖一下我的王冠。当时是在17岁的时候，然后因为发生一场车祸，对，那我是骑脚踏车，那对方是因为酒驾，对，然后就是造成我现在整个这个颈部的脊髓断裂，然后就是导致我整个脖子以下就是全身都瘫痪，就是脖子以下的所有的身体的活动能力都没有，然后知觉感觉有部分的受损。然后身体往前，身体往前，往前。身体不要。通常都是来到公司，然后有这样的辅具才可以去试乘或试站。然后因为家里没有这样的辅具，就很少有机会可以站起来的感觉。这一次是我大概受伤后第3次或第4次站起来，对，然后这次感觉就已经很平常一般。然后第1次站起来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哇自己好高哦，然后可以呼吸到上面的空气，这样子就觉得哇很不一样。就是坐轮椅的视野大概只有120公分，对，那站起来时候的视野可能可以到170几，对啊，那是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会很开心，然后也很兴奋。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身体的这个说构造或功能，真的就很特别。是因为受伤后，我对于这种冷热的这种温度，对感觉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可是对于身体的这个触觉感知，就跟受伤前一样，对，就是身体的触碰啊，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马上触碰到就立即。对，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你上一次的性经验是什么时候？105年。我105年进公司，对不对？6年。等一下，我进公司是105年。那
他进公司之前，真的，所以6年。还有人想继续问吗？进公司。问你第一次的新经验是什么？应该是22岁吧？你呢？15岁？没有啦，不然为什么不好说？7岁吧，7岁。我们3个都一样。像前2年我曾经也想过要去做冻卵，对，因为还是会想要有自己的小孩，然后会想要去冻卵，当然会想说，如果真的，因为人生有任何可能嘛，说不定可能我在几个月或者是什么时候会遇到一个对象，然后那个对象他可能也会想要有自己的小孩，所以其实我在前2年有想过是不是要去做冻卵，对，那时候我没有跟妈妈讲，我有跟姐姐提，可是姐姐她反对，因为姐姐觉得我现在的能力只能够照顾好自己。现在这个社会还是对于障碍者的情爱会有很多的感觉是不能接受吧，或者是说限制，包含我的妈妈就是。对，我妈妈曾经在2、3年前，她就曾经跟我讲过说，你不要结婚，你千万不要结婚，因为她会担心。我知道这是基于就是基于爱，她爱我，所以她会担心我如果结婚了，不管这个对象是一般人或者是障碍者，他是不是能够把我照顾好。所以我就在思考一个点是，所以如果真的障碍者要谈感情的话，是不是就一定要具备我自己能够独立，我要能够排除或者是说克服我自己在生活自理的方面，我可以将自己照顾好，我才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谈一段稳定的感情，或者是去经营一个婚姻关系。但是偏偏我觉得现在的我，不管在工作上或其他生活上，我都是一个很能够独当一面的人。可是妈妈还是会不放心，她还是会希望我不要结婚。那你们在找对象的时候，直立人跟障碍者会有什么差别吗？当然咯，差别大了。我如果找一个坐轮椅的，我们2个都毁了。你这样子完全都不梦幻，讲点梦幻的啊。其实不是障碍朋友，不选择障碍朋友，是障碍朋友。这2个障碍者去约会太难了啦，技术上有困难。对啊，你找一个餐厅进得去，然后那餐厅太小，2台轮椅进不去。对。然后你说要去哪一个地方，然后我们那个什么台湾好行，一次只能坐1台轮椅。对，像你看，如果我现在要去那个浴缸洗澡，谁把我捞出来？哦，对啊，服务生吗？对耶。现在他住他家，我住我家，我们一结婚就分居了。听说分居2年就会离婚了。就目前我是跟我弟他们一家住，白天他们夫妻要上班，2个都上班嘛，他的儿子要去上幼稚园。我自己都是住在朋友家，从我第一次来台湾环岛的时候，就住在台中我朋友的家。如果我们有出去玩啊，都是先送他回家。我也很期待有男生送我回家的。我有一次就是太累了，因为每一次就要跑2边，又跑去他家，然后但是跑，我觉得很累，我就跟他说，同居，鼓励他搬出来住，因为他以前就是他都是在舒适圈嘛，他在家人同住，有什么都是有家人帮忙，他害怕。他恐惧，
他不知道搬出去之后会怎样，所以他就拒绝我的邀请，他拒绝我的建议。那我觉得，那如果搬出来住的话，就分开咯。我是认真的，我们真的分手了3天，真的。然后6月30号去选屋，可是那一天要拍婚纱，我说那早上可不可以？好开心啊，老公。那可能也是8月才搬进去吧。没关系啊，至少更稳定下来啊。至少我不要再去跑看房子了。好感动哦。只是要来市区，至少要50分钟。哦，他都不担心，因为是我跑啊。我去看房子啊，坐公车啊，然后还淋雨啊。你好。你好，就是我刚刚帮你做询问，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可能没有办法特别帮您安排早上的时候。那可能那别天都不行吗？就只能30号。对。好。好，那谢谢。你不要加公文哦。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拜拜。恭喜。太好了，好感动。那这阵子去看了一些屋子都 OK， 有些时候电梯大楼我们进去看，3个阶梯，1个阶梯星探。他是电梯大楼，他是电梯前面有3个阶梯。他没骗我，他真的是电梯大楼。好感动。我们成长环境不一样，我们家庭背景啊，跟家庭教育都不一样啊，所以会有，因为他也自己一个人太久了，也没有人管他，他家人忙，他大部分时间在家，没有人管他，就是因为他没有上班，没有老板管他嘛，所以我就想要他有那个时间的概念，他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相干的东西啊。所以我现在就要求他考虑了一段时间，他才答应。你们怎么样去维持你们感情、爱情？这个就是要感谢我是射手座，我喜欢搞浪漫，我喜欢有就是情趣啦，就生活有情趣啦，不要闷闷的无聊的，我就会想一些有趣的事情去做。你做什么浪漫的事？变装啊，或者就会有时候特别做料理给他吃啊，餐车要有轮子才可以送餐服务到的。刚刚有讲到一个变装，可以讲一下这是什么？那就买些比较可爱的情趣衣服啊，穿给他看啊。他生日的时候啊，给他惊喜啊。但是我很害怕，我生日的时候他会乱搞惊喜，因为他的惊喜是惊讶的。唉，我情愿他不要乱搞。情人节都很规矩啊，就送你一束花。他送花了。然后再订个餐点还是什么小礼物。他知道我喜欢吃cheesecake， 他就会买 cheesecake。当那个近期做变装的时候，会性感，会勾起你的性欲吗？会啊，就觉得很特别啊，穿的特别的 sexy 性感。
有没有让你最印象深刻的一次变装？变装哦，就他要盖在棉被啊，然后我就说那种这么早要睡觉，然后来过去看看，然后再把被子掀开，哇，穿那个透明的蕾丝内衣内裤。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啊？差别在哪里？有蚊子。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其实好像也不怎么会说，老婆比较会讲你说。怎么这样子讲话的？嘿呀，其实是说，在交往的时候，他不是没有需求，他也是有需求，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空间，两个人的空间，所以有时候还要跑去车旅馆，还要时钟的，算时钟的2小时、3小时。对，所以你会想想看，其实他不是没需求，就是没有空间了。住在一起之后呢？就在一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咯。哦，是呀，就差很多了。省了旅馆费了。好现实。脚快掉下来，脚快掉下来，到这边，到这边了。但是你们的脚可以钉在那个位置啊？没有，也是要男生偶尔这样子搬一下，搬一下，搬一下。哦，对啊，我们脚是没力撑着，只要一晃就会掉下去。那你干嘛一定要放在上面？开心啊，G 点比较容易顶到啊。也不用啊。哦，所以你都怎样用？翻过去就好。哦，对，它只是个装饰品嘛，白痴啊。背后是最好的，背后是最舒服了。不是啊，哎，他懂了，他懂了。讲一下，我不知道，不是背后是吗？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背后是，怎么翻过去？你说前面先这样子，放旁边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然后这样放旁边，往那边放啦，往那边放。反正他也不碍事，管他，而且他也不会回来，没关系。对啊，哦，这样不是比较开？哦，比较开，对，比较开也比较容易顶到 G 点。你第一次申请性服务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有做了一些准备，然后守天使也做了一些准备，对不对？第一次我是活在自己的想象比较多，那我只是单纯的接受他们的访谈，然后我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我要求他们要买情趣的衣服给我，在受服务的时候，那时候我比较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男性身体吗？蛮害羞的。第一次真的是我服务是自己是很害羞的一个状况下，其实并没有准备好，就是处处就是第一次嘛，就是初体验，所以处处每个动作都是勉强自己，因为看照片、看影片跟你实际接触是不一样的，完全的不一样。对，所以时间很快就到了，所以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对，因为我的预期目标定得非常高，应该是说我企图把 A 片里面的所有动作付诸实现。如果没有办法做到那样的一个我看到的那个画面，我就觉得达不到我心中预想的标准，不及格。第二次的时候，我就跟行政义工、女性的义工就讲说，你们什么都不用帮我准备。因为有第一次的经验，所以我就上网买很简单的我想要的情趣的内衣、内裤，对，那就是自己去透过网购或什么。那时候服务的时候，我是觉得他好像不知道怎么开始下手。我有感觉到，因为刚开始他是摸我，
因为我觉得我要弥补第一次的不足，所以这一次就换我主动出击了。我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某些动作，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就是躺着，然后我来服务你好了，就是我来做好了，然后我一面跟他聊天，我一面做我想要做的动作。当天状态是，就是他拿保险套，然后他就说要不要用，然后我就说，哦，我今天我没有想要跟你做阴茎阴道交，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保险套了这样子。然后他就也然后就收起来了。然后可是一直到了分享文的时候，他分享的时候，他还说他其实是想要我们能够有机会，我又能够有机会教他怎么使用保险套。然后没想到就是在一开始就被我拒绝了这样的状态。可是我完全没有听到他要教我教他怎么使用保险套，所以就好，看来就是我没有读到他内心的独白这一块。所以如果他有表达，你愿意吗？愿意啊，为什么不行？但我可以想象得到，他应该有非常多的小剧场，他其实内心演练过很多他想要做的事情，对。可是现场时间有限，然后我们又只能就是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这样子，所以就对。但我没想到保险套伤害他这么深，我下次会注意的。服务男生的时候，就是一言不合就打手枪，把他打出来就好了。就是他其实过程，或者是我们只要做到打手枪的服务这件事情，他就至少算任务完成了，然后就是有业绩达标了的感觉。可是女生的话，就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业绩达标，或者就是宾主尽欢吗？为什么？对，你就很难去评估这件事情。那可能也是因为美女的性格这样子，会让我一直在想说，那我到底这一次有没有算是完成一个任务？老师没有教怎样做爱之类的。我们上课的时候都会说，这是男生的生殖器官，这是女生的生殖器官，结合在一起的话，对，就带你去视听教室看分娩的那种的那种表情。然后我们连在教那个什么智能障碍的那个易读手册有没有？他也是从性侵害防治开始教。我想说，性这件事情有这么的不行吗？就是说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很快乐的，是没错。对，就是我最爱你的一点，就是每次在讲性就讲得很开心这样子。他不像很多人讲性这件事情就觉得，哎呦这件事情，然后就想要层层的后果有没有？然后那怎么会开心呢？可是就是大家就很矛盾，就是说你一定要把性讲到这么恐怖，然后说我们的生育率不够啊，没做爱是会有生小孩哦，我就不相信。OK， 好。哦，好香哦。确定很好睡。你敢有去你凉亭遐哈？这就对吧？你拢刚睡觉，你拢刚睡觉吼。你记不记得你希望我们结婚？对啊。到现在你还是会有这个想法吗？就是很不喜欢。为什么？因为就像我常跟你讲的，嫁去的话，你看人家会接受吗？他的爸爸妈妈会接受吗？是不见得嘛，对不对？那如果我跟你讲说，我现在有一个很就是聊得来的对象，你有没有看到他本人？有啦，有。那你会支持吗？还是你会希望我把重心放在工作上，也不要？交朋友当然可以呀，不是说都是什么都不可以交朋友。
在本课谈谈心是可以呀，谈感情聊聊天，不要太深入就好了。所以不要谈出感情吗？不要聊出感情吗？也是可以呀，看你心理上的感觉是怎么想的啊。不一定说有感情就要结婚吧，因为妈妈怕你说像你这样真的进人家的家庭，真的你一定会有一些疙瘩，还会受损，辛苦。你如果比如说了，你如果嫁人啦，你遇到不高兴或是怎样的时候，你跑得动吗？你没有觉得这其实也是好处吗？蛋奶，你不会觉得说，就是因为我的跑不动，所以其实我反而比较不会去跟对方争吵，反而会比较用冷静的方式去处理。你不要你凶吗？对啊，不会这么想如果他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他不会这么想你也知他的家长一定不会这么想。对，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那么开朗、那么开化的人。这边，你知道？你认为你开化吗？还可以。还可以，你就不同意我结婚的？你就是不一样没？怎么样不一样？就因为我是你的女儿就不行？你是我的宝贝呢，老板。那你要给我过一世人吗？过到我回去。如果我决定我要结婚，安利安呢？你如果决定坚持要的话，我不可能说不可以怎样，不会了。可是我还是会担心前期是我们这里面最会爱的人，没有爱的没办法，最会爱的。对啊，他都是跟人家很有爱才会跟人家去，对，然后还爱很久，没有爱不行，爱很久啊，爱到人家对方的妈妈说你可以爬上来3楼，我才叫我儿子娶你，才要爱。我不行我的理智线会当场断掉，然后从此再不联络。我那时候笨啊，我跟你比起来真的是不太会爱人。就是如果遇到一个人，然后我觉得这可能跟他谈个1-2个月要回去见他父母，然后就遇到一些阻碍，我就不想谈了。我理智会放在前面。但是不是很没道理吗？是没道理。对啊，你可以嫌弃我脾气不好，可以嫌弃我长得丑、长得胖，可是你不能讲用一个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来阻止我。那时候其实是可以改变，我应该叫他装个电梯。对啊，那时候是傻。对啊。应该是说，我觉得美女会提出那个守天使的服务第2次，她其实就是想要再更面对自己内心的情欲的这个部分嘛。但是情欲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让她有点像逼她自己打开那个不太能够给人家看见的部分。我的父母亲是不赞同的，那尤其是我的母亲，她自己本身就跟一般的传统妇女一样，就是相亲，然后进而结婚生子，所以她没有享受太多跟丈夫2人之间甜蜜的那个时间。她大部分面临的会是现实生活的磨难，那磨难太久了，所以她认为我不会做家事，我也无法帮任何人做家事，所以我不适合走入别人的家庭，所以他希望我待在家就好，性爱啊、什么恋爱啊、性啊，通通不要碰，也不要懂。我知道比我年纪长一点的障碍女性是一辈子都没有跟男人发生性行为，所以到死都是处女，但是她也活得好好的，这的确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但是他的人生阶段就是没有这一块的经验，那就是一个遗憾。那身为人就应该有那个经验才对，不应该因为你是障碍者就不该有性爱的经验，这是人的基本的欲望。所以欲望应该要被尊重。对，就是你要告诉他你有个机会给他，他要不要得到那是他个人的问题，或是整个社会氛围的问题。
欣欣，你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反对的声浪？超多的啊，没有一个支持的。有啊，我知道她是怀孕之后就是一直就是大生都没有跟她讲话，1年不跟她讲话。1年呢？对啊，是不是？对啊，病的不轻，就担心很多啊，就是她的身体，我都觉得她生那个小孩一定会死掉。结果没死，因为你看她脊椎侧弯成这样，结果也没死。对啊，居然没死，还生2个，真的。会有点担心啊，因为没有怀孕过。然后因为我想说，万一不穿背架的话怎么办？会不会压到小孩？后来那个医生就说，小孩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啦，他自己会找位置。对，所以就觉得好像他都觉得没问题，我也觉得没问题。啊，你们那个嘞？你们那个，你家老公，你那时候怀孕，你跟他讲，他怎样说？他说他的脑袋只有2个字，就是细呀。你干嘛？今天来做什么手术？做结扎。结扎哈，来，这边麻烦你确认一下。半斤半半哈。嗨，李先生，恁某讲叫我来甲你，其他所在会当修理，尽量甲你修理嘿。你迄中古车出来要甲你变做原厂车安尼啊？哦，我安尼看有法度哦。好。啊好哦，啊我就是明仔日我有较搞安尼嘿。这样无太过分啦。啊，我下一回不甲讲哦。谢谢，感谢他做一点点牺牲。感谢你。感谢我没有问题，我不做他也做别人，但是你要感谢他，他是你先生啊，嘿啊。他还做一点点牺牲，一个小伤口啊。男生结扎的多吗？男生结扎的比女生多啊，我只能说结扎的男生都是好男人，我不能说不结扎的男生是坏男人，这样子不能2分法。这样比较负责了，因为你看负责任的男人哈。对，我家对人哈。对啊，眼光好啊。对啊。因为有些就听到身障者玻璃娃娃生小孩，我就说哦。对啦，这是比较辛苦，而且会比较有一些风险，生命危险。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对啊，想要小孩就领养就好了。Yes。对啊。不用领养，我们去玩人家小孩。对，就是反正爱哪个小朋友就去跟他玩一玩。今天我们来就是过来北之王做一个结扎手术。在月头的时候啊，这个月头的时候，我因为那个外教，所以脂肪有受伤了，被那个金属卡到受伤了。我们奇怪怎么可能会有东西咬它呢？哈哈，所以我们就去看医生。医生就说哦，我的那个避孕器歪掉了，所以已经快要掉出来，它已经掉了一半卡住，所以就把它弄出来。他知道我就是放那个避孕器的时候也是受了一些苦，他也蛮心疼的。他就说不如下次你这避孕器有限期嘛，限期到了，移它来结扎。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们就是自己本身都是肾脏者，如果生出来的不健康的宝宝，尤其是我们玻璃娃娃有50% 的遗传的基因的几率，我不想要把50% 拿来赌，太残忍了。自己都经历过的痛苦，为什么还要延续？所以我不希望，我很早以前就不希望自己有下一代。心情有没有比较轻松啦？有啊。刚才我才知道有一个秘密耶。原来你来之前你自己有问过医生有关这个手术啊？问过，我是打来问说，那个手术要多久啊？然后要休养多久啊之类的。那你问是因为担心吗？怕吗？有没有啊？只是问一下而已啊，因为要订腹腔车体检。因为要订腹腔车。对啊。好，不是因为怕失去了功能，所以就要询问吗？不会，不会。辛苦你了，老公。不会。来，我来亲着。
最担心就变胖而已。好啦，谢谢你啦。我觉得性是一种需要练习的玩乐，性要开心啊，然后要能够自主。性就是像红酒一样。你什么时候开始念书了？真的，越喝越好喝嘛。忧伤远离，当我快乐轻轻舞，未来到来，当我梦想紧追逐。我们都一样。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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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们都一样。极乐世界。